老铁们，5月份结束了，我的投资组合终于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。这个月美股赚钱 ，A 股赚钱，虽然美债依然拖后腿，但整体表现还是相当不错。截至5月底，我的总投资组合录得 1.84% 的月度收益率，把年内累计收益率推高到了 3.25%。今天就跟大家聊聊这个月我是怎么赚到这笔钱的，以及我对6月份市场的看法。先来看我的第一个投资池，美股美债激进池。这个月大部分时间里，我持有的 Palantir 和英伟达其实表现都比较平淡，没有什么特别亮眼的行情。但到了月底，随着 AI 和半导体板块突然走强，两只股票开始快速上涨。Palantir 单月上涨 12%， 英伟达上涨接近 6%， 成为整个投资池最主要的收益来源。看到这里，我最大的感受是 AI 行情并没有结束啊。虽然很多人都在讨论估值过高的问题，但资金仍然在不断流向最优质的 AI 公司。至少从目前来看，市场对于 AI 产业未来几年的增长预期依然非常乐观。不过，并不是所有资产都在上涨。债券市场方面，长期美债这个月继续承压，市场对于通胀和财政赤字的担忧并没有明显缓解。1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逼近 5%， 导致我持有的20年期美国国债继续出现浮亏。另外，我之前买入的一支零息债券在本月到期，因此月底账户里的现金余额增加到了9000美元。综合来看，美股美债激进池5月份录得 1.77% 的收益率，虽然年内累计收益率仍然是负 1.18%， 但相比之前已经有了明显改善。接下来看看第二个投资池， A 股量化池。不得不说，今年这个池子的表现真的非常稳。虽然 A 股指数整体没有出现特别强势的单边上涨行情，但量化策略依然能够持续捕捉市场机会。5月份 A 股量化池录得 2.25% 的收益率，将年内累计收益率提升到了 11.3%， 5个月内实现超过 11% 的收益，而且回撤控制得不错，这也是目前整个组合里表现最稳定的部分。截至5月底，我的总投资组合市值达到330万元人民币，月度收益率 1.84%， 年内累计收益率 3.25%。虽然这个收益率谈不上惊艳，但考虑到今年市场经历了不少波动，我对目前的结果还是比较满意的。接下来聊聊我对6月份的展望。首先，我认为影响市场情绪的地缘政治因素仍然不会很快消失。虽然市场已经逐渐对相关新闻产生了一定的免疫力，但投资者真正关心的核心问题其实还是通胀。如果能源价格持续上涨，那么通胀压力就很难快速下降，进而影响美联储未来的利率政策。所以接下来1个月，我认为市场依然会在各种消息和预期之间来回摇摆。第二点，也是我目前最关注的一点，我觉得市场短期出现调整的概率正在上升，尤其是 AI 和半导体板块。经过这一轮上涨之后，
市场情绪已经明显偏乐观。与此同时，恐慌指数仍然处于较低水平，而市场深度却在下降。这种环境下，一旦出现超预期利空，很容易引发一次比较明显的回调。不过，即便如此，我暂时也没有卖出Palantir和英伟达的打算。原因很简单，这一轮上涨中，它们并不是涨幅最大的股票，甚至很多时间都处于横盘状态。最近的上涨更像是刚刚开始释放市场对他们未来业绩增长的预期，因此我愿意持续持有，接受短期波动，看看后面还能走多远。最后跟大家分享一个个人的好消息，最近我找到了一份长期的正式工作，对于我来说，这不仅意味着收入更加稳定，也意味着未来我可以承担更高一点的投资风险。因此，我接下来会适当调整投资策略，让组合变得更加积极一些。目前账户里的$9000现金，我暂时不会拿去买债券。相反，如果市场出现回调，我会考虑逐步买入一些优质成长股，重点关注的方向依然是 AI、高科技以及未来几年有望持续增长的行业龙头。以上就是我5月份的投资总结。你们觉得6月份最大的风险是什么？ AI 股还能继续涨吗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们的看法。如果喜欢这种真实投资记录，记得点赞订阅。我们下个月再见。